不是哥们，这么多的分色细节刻线，你告诉我它是一个 HG， 而且只按照说明书拼好之后就有这么好的数组效果，竟然还是一个只有20的 KO， 你敢信？嗨，帅哥，给个3连呗！好久没有看答辩模型了，今天我们来看到呢是新风社的斯巴达吉姆，不过大家都说这个也不算是答辩，做的很好。现在呢一共是有3个厂子在出，其中有一个厂子就是这一个基魔社，这个厂子我是印象很好，毕竟板件非常的锐利，而且呢组合度还没问题。基魔社和新风社都是20的价位，然后他们所有人都说是新风社做的更好。基魔社既然这么好，新风社能做更好的话，那狠狠的得入一个呀。只不过很可惜，盒子给我干战损了，即便包装箱上写了这么几个字。然后里面所有的内容物呢，就是一张说明书，再加上这么一包零件。拆出来之后呢，除了一张水贴之外呢，就是这么10板零件，其中呢 A 板还分成了4个小板，所以说这么多板零件呢，你隔着袋子是真没有办法检查的，毕竟它10几板零件呢放在一个大包里面。所以我的建议是你点件的时候呢，是录着视频把它给拆出来一板一板的检查，不然的话太困难了。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它作为一个 HG 呢有了不错的分色，绿色呢就给了2种，而外露的骨架还有武器的板件呢，可以看到是采用的这一种金属色的成型色。虽然说金属成型色呢是发色更好一些，但是比起普通的灰色呢，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就是它的水纹会变得特别明显。该有的零件细节呢也都有给你还原出来，没有偷懒，漏的呢也不算太明显。当然新风社的磨砂以及光滑的质感同时出现的问题呢依旧是没有解决，所以你拼完之后不喷消光的话，它这个受阻的质感肯定会特别的混乱不均匀。而从它附带的补色贴纸上面就可以看出来，它补色的量应该不算很大。然后这一个水贴呢，除了大量的标志之外，还给了你这么一堆迷彩的图案，这下子贴爽了呀！最离谱的是，他还把自家的 logo 给印出来了，我要不要把它贴到吉姆的肩胛上去啊？接下来呢，我们就试一下线，把它束组起来吧。拼完之后呢，我的感受就是说它的素质真的是很好，所以说呢，我们这次评测呢就不再采用任何的美化改造了，就直接渗线加束组，把它所有的补色贴纸全都贴上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就是处理之后的效果，真的是特别的帅气。单纯是采用浑身黑色的针线呢，就可以把它浑身的细节展现的淋漓尽致，而且还能看到它浑身有特别多的装备。它的重量方面呢是50克整，它可以荧光的地方呢就是这个墨镜、胸口的这个红色零件以及身上的补色贴纸。在拼之前呢，我没有注意到它呢，竟然浑身都是采用了隐藏水口设计，可以看到呢，也就是这一个脚的侧面会能看到明显的水口，其他地方呢水口都是隐藏起来了。组合度方面呢，绝大部分零件都算不上丝滑，但是呢也几乎都不用修件，也就是PC 键会比较的紧，然后就是这一胯部呢需要扩一下孔，其他地方都是直接咔吧咔吧大力气钢指直接按到底了。如果说组合度非常丝滑的话，就会和弯带一样出现一个问题，就是关节非常的松动，这个呢就没有问题。毕竟光亮 Q 的开模精度呢是不如弯带的，所以说你大力金刚指把它怼到底之后呢，还是会有一丢丢的缝隙的。不过这次的倒是表现的还好，没有很明显。我们拼完之后的全部配件呢，可以看到是一把枪，然后就是一对这一个持枪手，还有一只这一个左手的开掌手，对面说只有一只左手的没有右手的，然后就是光束特效键嘛，主体上面还有很多的装备。比如说头部天线这里呢有3个机枪管子，然后这一个黄色贴纸的这一处呢我也不知道是不是炮了，然后右肩膀上的这2个呢我也不知道是炮还是光束军刀柄，应该不是光束军刀吧，因为这2个呢才是光束军刀柄。这2处的连接件设计呢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说也可以互换装备的位置，也可以不装，不装的话也有专门的这一个绿色方块盖板盖住这一个连接孔。在它的左肩膀上呢还有一个盾牌，这个盾牌呢也是可以换到右边去的，然后在背后呢还有这么一个刀，这个刀呢也是可以拔起来换成遮羞领件的，然后它是一个可以插到刀鞘里面的设计。你看高达这方面呢就很良心，无论它的成品拼装还是它尺寸大小，都是可以给你做成可以正常插拔到刀鞘里面的设计，而那些 HF 啥的呢就不行了。然后比起左裙甲呢，可以看到它的右裙甲呢上面也是多了这么3发，应该是受限于 HG 的分件比较少，所以说呢它这里做出一体的零件，按理来说这3个应该是不同的分色才对。后裙甲上呢有2个连接件，这个呢是连接那个弹夹的，就是说这一把枪呢可以看到它给了你2个弹夹，这2个弹夹呢可以同时装载到这一个武器上的，也可以装载到裙甲上，有4个位置可以插，但是只给了你2个弹夹，所以说你要做好取舍。然后你把它这一个拔下来之后呢，这一个还可以通过转动直接扣上。然后这把枪的另外2处可动呢就是把手可以转动，然后这个镜头呢也是可以。就这样一圈看起来你会感觉它作为一个 HG 呢有这么好的细节，而且还有这么多的装备，实在是难得呀。这个当然是造反的弯带的设计啊，这个是一个2022年的弯带的网线。网线玩具呢都有一个很严重的通病，就是说他们呢是直接沿用了其他模型的，所以说会剩余其他模型的板件他们用不到，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完全重新开模的。这一款吉姆呢用不到的废件倒是不多，然后呢它里面还有很多废件呢可以拼凑出来一只和它自带的这一个持枪手一模一样的右手。虽然可以多拼凑出一只一模一样的手型倒是没什么必要，但是呢它多一个这一个绿色的方块，这个方块呢刚好是可以给这一个
右小臂，它本来这里是没有装装备嘛，也没有多余的装备可以装到这上面。然后那一个多余用不到的绿色方块呢，就可以直接插到这上面，作为一个遮羞零件用。说明书上没有提到，但是这本来设计应该就是这么用的，所以说呢，废件不要全都扔掉，先注意一下这个方块的问题。然后就是一个蓝色透明零件呢，它给了你2把，你不要觉得自己是中奖，都给了你1把。其实这2把呢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一个看着比较粗糙的那个呢是可以夜光的，它们都是可以夜光，但是只有那1把是可以夜光的，我就先安到这上面了。然后夜光的效果呢并不好，看的好像应该就是直接喷了一层荧光那个夜光粉吧。而且呢，你自然光、灯光什么的照它半天也不会有什么明显的夜光效果的，你需要用那个紫光灯怼着它照半天才能发出这个绿色的夜光。所以说呢，我的建议还是说你用这一个不能夜光的吧，它更通透一些。它这一个夜光的实在是太糊了。然后它的设计呢有一个我看不懂的地方，就是说它这一个蓝色的透明小零件呢，其实就是在这儿，看不到在哪里是吧？它就在这一个红色的贴纸下面。对，没错，它把这些分件安到这里，然后再贴上这个红色的补色贴纸。那它透明件的意义在哪里呢？它这一个面罩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一点都不通透的。我的建议就是说，你在装上这个面罩之前呢，对它底下这一个分件呢是涂上一层银色进行增亮。除了头上这一块呢，其他的补色贴纸就是这一个黄色，这里的胃以及后面的这一个灰色。其他的补色贴纸倒还好，主要是这一个标志我不能理解。其他的这种 HG 它也是会用这个贴纸来还原的嘛？除了超越全球那几个 HG 拿这里做出来分件作为卖点，这个应该的事情，它却作为卖点就不能理解。其他的 HG 呢都是贴纸来还原的，只不过它这个呢是直接把这一个 logo 作为贴纸的，其他都是这整一片是一张贴纸。所以说它这一个这样贴上去之后呢，就会看到3个尖尖呢全都钝掉了，圆不拉几的，什么鬼啊？这样贴上去效果一点都不好。配色方面的话，就是它这锁骨以及这一个腹部，这一个裤裆，还有它的脚背呢，是用的是一个深绿色的零件，比这一个装甲要绿了很多，其他地方都是一样的绿色。然后骨架呢就是正常的灰铁色，就这样乍一看上去呢，也就是这么2块黄色，这么2块红色是分色，其他地方看着好像没什么区别。整体的复杂程度呢，全都是靠这些刻线细节，以及它这个外露骨架的机械造型，以及它的外露喷口，还有镂空分件分色来实现的。不过这都没关系，我们把它浑身贴满这些迷彩图案呢，那就会复杂起来了。最后来看一下它的可动方面，没有低头，抬头幅度一般，转动的话会有干涉。盾牌有一定的调整幅度，然后就是它这一个键呢是靠一个球形关节来连接的，所以说可动幅度也不错。它背后的这一个盖板呢是可以抬起来的，至于是什么装备设定呢，我就不清楚了。然后肩胛上的这一个呢也是可以抬起来的。胳膊的平台呢能够接近90度，大风车没问题，大臂可以平转，然后曲轴幅度呢能够达到120度左右。手腕呢是球形关节，可以拉出来一段进行大幅度的可动。胸腹胯中间呢有2个球形关节，可动幅度呢不怎么大，转动倒是没问题。然后胯部的话，它这里呢是一整个的裙甲嘛，我是把它切开了，这样的话就可以单独活动了。前裙甲可以抬过90度，侧裙甲的可动幅度呢只有这么一点点。然后侧踢的话就可以达到接近1字马，前踢可以超过90度，后踢因为它这个后裙甲不可动嘛，所以说幅度只有一点点。那大腿根可以平转，屈膝幅度呢能够达到90度多。然后这一个脚腕呢接地性不错。最后让我们来看一下喷了消光贴了水贴之后的效果如何吧。我只能说是我忙活了一上午贴了这么多马赛克水贴，真的是很后悔，因为这一个效果还不如不贴呢，对吧？它是一个仿迷彩的图案，但是它是用的像素风格，搞得像是浑身贴了马赛克一样难受。所以说我不建议大家贴，如果说你喜欢这种风格的话。